柯启轩，啊？你傻看什么？我在等你解释呢。哎，一言难尽啊。是吗？好啊，那咱们多言几句。哎，第一件你先告诉我，那女孩是你认识的吗？嗯。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哎，这么说，她跟她表哥都是你朋友，是你邀请来的？什么？我邀请他们啊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呢。哼。哎。你干什么？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毛病。我没毛病。那我问你认不认识，你点点头。接着你又说你根本不认识。你说你有没有毛病？不认识，是因为我跟他们素未谋面。可其实我们两家是认识的，在许多年前有过一段渊源，一段不幸的渊源。当年我还是个娃子，事情都是后来拼拼凑凑听来的。大概的情形是，我们一家人从北方返乡的途中，遇见了一对落难的夫妇，半路临盆，十分狼狈。因为他们要去四安投靠亲戚，所以我们两家就结下了同路之谊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竟叫我们碰上了一批穷寇。在抢劫的过程当中，我爹误杀了人家的丈夫，那人就是刚才那女孩的爹。真的吗？嗯。可你说你们素未谋面，你又怎么知道？怎么认得出来呢？也是凑巧，他要跌到水里去，我伸手这么拉他一把，一眼就看见他手腕上的梅花胎记。梅花胎记？嗯。我不是说那对夫妇半路临盆吗？那是在一片梅林当中，生的是个女儿，在她的手腕上，竟然有个梅花形状的胎记。你说，这么特殊的女孩，普天之下还会有第二个吗？更何况，我还喊出她的姓名，她姓袁，名叫乐梅。据说她的名字还是我爹给她取的呢。她当场那种目瞪口呆的表情，更证明了我没有认错人。还有后来那个表哥，我说出他是四安韩家的二公子，目的也是要进一步的确认，因为他们当年投靠的亲戚，正是四安的韩家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别那么激动，我相信是他，好不好？你认对了人，那他呢？他知不知道你是谁？他问是问了，可我怎么敢说呢？我只有故作神秘的搪塞过去了。我是不是听到一种惋惜和抱憾的声音了？这很奇怪吗？你是无法体会的。你不知道这个悲剧对我们全家是个阴影啊。它不是当年发生过就算了，这些年来它始终挥之不去，影响着我们全家，特别是我爹。据说他以前是个豪迈又热情的人，可从我懂事以来，我所见到的却是一个沉默寡言、郁郁寡欢的父亲。我还听说，在他返乡之后的头几年，他一直锲而不舍地造访韩家，努力地尝试赎罪，可对方不给他任何机会，于是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所以刚才，当我发现面前的女孩居然就是袁乐梅，真让我太震撼了。我有一种冲动的感觉，想为她做任何事，可我却连最基本的姓名都不敢报出来。我从来只能默默地同情我爹，直到今天，在那一瞬间，我才觉得能够了解他的痛苦啊。听着，人们常说父债子还，可是也得看看什么债。如果说是金钱债呢，假以时日，人力尚可为，这种恩怨债就一点辙都没有了，因为你根本用不上力，不是吗？那未必。据我所知，
我爹的弥补之道，就是着落在我身上。怎么说？他一再跟对方提亲，央求他们把袁乐梅许配给我。只要联姻成了一家人，我就可以照顾他们母女一辈子了。我是不是听到一种蠢蠢欲动、跃跃欲试的声音了？是又怎么样？那我诊断你是得了失魂落魄症，加上异想天开症。处方呢12个字：萍水相逢，过往云烟，抛在脑后。